掌声有请嘻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嘻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起狂欢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，前几天因为就上节目的事情，我也上热搜了。热搜词条：嘻哈离婚。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。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说上了这句话。第二天一醒来，营销号词条更过分：嘻哈离婚，独自抚养2个女儿。很抱歉占用房主任的2个女儿。我度过了不平静又不幸福的2天，离谱，营销号离个大谱。我确实是离了，很早就离了，没有女儿，没有儿子，但有一个前夫，有一个司仪。不是新博啊，以后你们就知道，司仪是整场婚礼核心很重要的角色。老公选错了可以离，但司仪选错了，真的是一辈子的事。朋友会笑你。那段时间我很忙，婚礼策划属于见缝插针。记得当天是从凌晨开始飞，工作到下午2点，我就约的司仪3点到家里来商量这些事情。我到家刚往沙发上一躺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突然响起。我起来把门一开，那个门砰的一下打开，我脸都被打平了。冲进来对着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你的司仪。”我上下打量了一眼，一看，20几岁的样子，中山装，头发3、7分，站得笔直。我当时就对这个老派的司仪产生了质疑。我说我的婚礼该不会穿着婚纱抛绣球吧？他刚刚坐下就拿出了他的笔记本，不是电脑，就是笔记本和一支钢笔。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关于你的背调。我第一次在司仪嘴里听到背调这个词。然后他就开始说了，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舞狮，当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对狮子，迎宾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1人1只。我说我俩舞。他说我也可以舞。我说你安心主持吧。他说我还知道你喜欢5月天，我把你上场的音乐也选好了，就是你最喜欢的知足，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。我说停。他说你不喜欢吧？还有一首恋爱 ing 恋爱 ing 恋爱 ing。 我说停，不要再唱了，唱2句就够了。他说你版权意识好强。我说这个不是版权问题，哥，我到时候会准备好，我会发给你。他很开心很爽快，直接就说到了，那我们就说抢亲环节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其实抢亲环节我不太想要，因为布置婚车婚房很麻烦，你记住。他当时听到打了一个响指，对我邪魅一笑，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婚车你到时候就用28大杠自行车。我说28大杠。他说你不会骑是不是？很简单，你就然后再跨过来就好了嘛。我说不是骑车的问题。他说那我先下来。下车他就跟我说车子都好解决，主要是婚房，我要是没有的话，他甚至可以介绍一套给我。我说你主持个婚礼还顺带干中介。他说你不懂，只要你幸福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是不知道这一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现在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，你这单做不成，我就快没饭吃了。我还有老婆，还有儿子。我当时听到他说这，我一下理解了。我说行。他说我还有个外孙女。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疯了，想做成我这一单。我说其实我实话告诉你，主要是我的预算有限。他说什么预算？不要预算，你这一辈子就结1次婚。现在看来，当初他话还是说早了。他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也直接告诉了他，我说其实我这个婚礼于我来说，其实再怎么办都是不完整的，因为有些人我想邀请的人他就是来不了。他说谁？我说我的外公。他说他在哪儿？我说死了。他说死了都要爱。这首歌放在婚礼上也可以，也是你喜欢的阿信的。我说信。他说
说什么姓？我说不重要。好了，我说我的外公看不了我结婚，其实真的就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他走了这么久，甚至都没有来我梦里看过我。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？再说梦是反的，你太想他，他就来不了。只有你把他放下了，他才会来。所以你要办婚礼。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，心里已经想好要换司仪，我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关门前我说走吧走吧，后面写信联系吧。心力憔悴，真的非常累。当时把他推出去，把门一关，瘫倒在沙发上，还没有回过神，梆梆梆敲门声又响起，我气到弹起来就开门，一打开门我说谁呀？一开门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说：“您好，我是您的司仪。”老子当时火都上来了。我说你同事刚走，你没看见吗？骑着28大刚走，你没看见吗？我说我同事不对呀，只有我呀。你约的3点，我低头一看表，确实才3点。回过神来，原来刚刚只是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噩梦，还好不用舞狮了，这个司仪就正常多了。我跟他当天聊完，我就定下了他。很快。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就非常想念我的外公，然后我就开始翻照片，越翻越不对。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那天梦里的司仪长得很像，但很模糊，所以那个梦里到底是不是他来，他到底有没有来看过我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但是婚礼当天一切都很好。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了恋 IING， 我就知道当天外公和窦尔顿至少来了一个。来参加节目前，我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猫啊，我就买了几个监控安在家里。那个监控比较高级，录入人脸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显示某某在客厅，某某在厨房。安好的第2天，我的 app 上推送陌生人闯入，我赶紧打电话给爸妈。爸妈说这不见鬼了吗？哪儿有人啊？排查下来发现监控识别到了客厅外公的遗像。真见鬼啦！后来爸爸把外公的遗像放到监控面前，录入人脸。录入外公之后，就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陌生人闯入的提示。前段时间第1赛段播出的时候，我当时正在上海，当时我收到一条监控 app 的消息是外公在客厅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的外公也许并没有错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比如我的婚礼，比如现在。谢谢外公，我是丫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嘻哈。谢谢嘻哈，谢谢你的表演。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谢谢嘻哈，谢谢。难得的不是一个侠客的故事哈。哎，难得不是，因为最后一篇故事了嘛，想跟大家说一下。对，因为也想给外公，这是想我跟外公写好的一封信，很想用一个很好的载体给他，我相信他也能收到。讲到最后半篇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你的衣服上应该就是你的这些小伙伴吧？对对，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然后是我自己画的，然后画完了之后，因为里面就是这是我的旧的那些小猫小狗那些，然后梵高的天空非常五颜六色，然后充满着未知，我也非常的向往。然后这边是我的巨蟹座，然后这个是麦克风，这边是一个奖杯。就我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但此时此刻我能站在这里跟外公对话，我就觉得很满意了。我其实就连带刚才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想法，可能不是说专门跟您说啊，我就是感慨这个脱口秀表演的这个舞台。它的魅力在于，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去分享自己想分享的东西。从开放麦开始，就是您甭管您是干什么，你进屋推门进来，你敢站在舞台上拿起麦克风，你就可以说你心中所想的事儿。然后在这个时刻，其实是完美的贯彻了这个舞台最初始带给我们的东西，就是你站在台上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它不是比赛，啊，所以就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，谢谢。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事情，我跟你有非常相似的经历。我是在外面拍戏，然后呢，我在拍着，我突然就感觉那时候我父亲刚走，然后我突然感觉我整个人都感觉变了一样，一下子脑子里台词儿什么的全都忘了，就整个人我都感觉不自在了。那个时候我妈正好在家里面睡觉，她睡得非常香，她看见我爸从家门口走进来了，然后就说我在外面拍戏，然后你们好好过，他要走了什么之类这种话，
其实我妈梦到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当时在现场非常状态不好的那个时候，就完全全部都对上。对，所以你讲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全都是我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，所以跟我其实挺有共鸣的。虽然我无法跟你做到你自己的感同身受，但是在我的世界里，你讲的事情是可以影响到我的。谢谢你。没事，谢谢。说不定您父亲现在和我外公正在一起看我们这个现场呢。他们说这个叫翟佳宁的太没有礼貌了。一会儿把你带走。这节目是为了选这个是吧？因为我确实觉得生死这个问题在舞台上讨论可能相对沉重，但是我想跟黄涛老师说的是，其实，我们一定有相同的感觉，就每一个亲人离世，我们都会觉得背后倒了一座大山。其实当他们真的完全走掉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已经在他们的爱里面成长，成为了那一座大山，可以保护好自己。是的。嘻哈的表演从头至尾一直都非常精彩，因为你的综合素质太强了，所以你的表演的那个观赏性特别强。然后，但今天你以一个这么动人和动情的这个故事来做结束，也很打动我。然后，我这些天我想起那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女网友写的一篇文章，应该是个小女孩，她很激动。他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站在台上，你们在通过讲述自己的这些真实的经历、故事，让他觉得他不那么孤单了，让他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活着。”他说：“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长为一朵玫瑰，但我已经是一朵醒着的花，所以也愿你们永远盛开。”谢谢，谢谢。哎。我的感受非常的复杂，就是我从脱口秀大会第3季，就是所谓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，这是我见过最诡异的一个下半场。我不知道庞博有没有同样的感受？这个诡异的感受是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又真又勇，唯独没有真勇。最后冠军不会是真勇吧？比什么呢？咱们跟这儿干嘛？就是我见过，这是最没有功利心的一场总决赛的下半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喜剧之王啊，我们的单口季，选出了最妙的5个人进入到总决赛，选出了特别真挚的、想要去表达真心话的人，在这样一场总决赛上奉献了一场这么诡谲，又这么充满能量，又这么真诚的一个演出。我没有想到嘻哈会以一个梦境中的外公来收官今天我们所有的演出，但是我能知道，就是他是你的底气，他是你很多能量的来源，所以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今天选择在这里用这样一种方式跟他连接。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能量，我也非常知道每一个能读懂你故事里的人，同样也能被你这样一种能量所感召到。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啊！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这封信只要外公收到就好了，他一定听得到。那我们谢谢嘻哈，也请嘻哈入座休息。其实我准备了2篇，有一篇内容可能会更会炸一些，但是我一想到总决赛那个时候，自己突然觉得想在这个台上给外公说一些话。这篇稿子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了，其实就大概在2022年初开始跟朋友讨论怎么创作，最终在10月30号鼓起勇气把它落笔写成一个 sketch 的剧本。其实这个生死这个话题是所有人到最后都会面临的一个话题，我也希望拿到台上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度过那段时光的。我到现在都会给我外公写信。我会觉得人这辈子都没有死过，世界也有很多种维度，只要我相信他们还活着，他们就会一直在。爱